除夕夜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着脸，我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站在娘家门外，手已经冻得发麻。门内传来嫂子刘小云那熟悉的尖酸声音，我就说她赵思雨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是运气好进了个大公司吗？还每个月给你们2万块钱，说的好像我们家缺她这点钱似的。母亲附和的声音让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是啊，女孩子家家的，在外面抛头露面也不像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门，客厅里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。嫂子看到我的瞬间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就恢复了那副趾高气昂的样子。哟，思雨回来了，嫂子阴阳怪气地说。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大忙人过年都不回家呢。我把年货放下，挤出一个笑容。嫂子、爸妈、哥，我回来了，大家好。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头都没抬一下。哥哥赵思远倒是站起来接过我手里的东西。妹妹辛苦了，大过年的还买这么多东西，思远，你就惯着她吧。嫂子白了哥哥一眼，买这么多东西显摆什么？我咬着嘴唇没说话。这样的场景我已经经历过无数次了，从小到大，我在这个家里就像个透明人。哥哥是家里的宝贝疙瘩，考上普通本科都能让父母高兴好几天。而我考上985大学，他们只是淡淡的说了句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。毕业后，我进入了一家世界500强企业，凭借自己的努力，5年时间从普通员工做到了部门总监，年薪100万。而哥哥呢，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在家啃老了2年，后来还是我把他安排进了公司，做个普通的行政专员，月薪8000。思雨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考虑考虑终身大事了。母亲终于开口了，但说的还是老一套。女人啊，事业再好也不如嫁个好人家。妈，我已经结婚3年了，我无奈地提醒道。结婚了又怎样？嫂子插嘴道，3年了也没见你生个孩子，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啊？这话像一根刺扎进我心里，我握紧了拳头。其实不是我不能生，而是我和丈夫都在事业上升期，想过2年再要孩子，但这些我没必要跟他们解释。对了，思雨，下个月你爸过生日，你多包点钱啊。母亲说道。你哥哥刚买了房子，手头紧。我点点头，知道了妈，我会准备的。哥哥买房的首付是我出的，装修费也是我出的，就连每个月的房贷都是我在还。可在父母眼里，这都是哥哥自己的本事。晚饭时间到了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，嫂子故意坐在我常坐的位置上，我只能坐到最边上。思雨，你在公司是不是管着不少人啊？嫂子突然问道。还好，部门有20多个人，我如实回答。那你能不能把你哥调到你部门？嫂子眼珠一转，他在行政部没什么前途，你是他妹妹，应该多帮帮他。我皱了皱眉。嫂子，公司有规定，直系亲属不能在同一部门，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吗？嫂子不依不饶，你都是总监了，这点小事还办不了？就是，思雨，你别那么死板。母亲也帮腔道，你哥是你亲哥，你不帮他，谁帮他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这真的不行，公司制度很严格的，我看你就是不想帮。嫂子突然提高了声音，亏你哥还一直护着你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饭桌上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，我放下筷子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嫂子，我已经帮哥哥很多了。帮什么了？嫂子冷笑，
不就是给他找了个破工作吗？一个月8000块钱，够干什么的？那是因为哥哥的能力只能拿这么多。我忍不住说了实话。赵思雨，你什么意思？哥哥脸色变了。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没有看不起你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我看着他，哥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如果不是我，你连这份工作都找不到。够了！父亲猛地拍了下桌子。思雨，怎么跟你哥说话呢？爸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我站起身来，这些年，我每个月给家里2万块，哥哥买房，我出首付，装修我出钱，房贷我来还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谁稀罕你的臭钱？嫂子也站了起来。我们家又不是要饭的。对，你们不稀罕，那我以后就不给了。我冷冷地说。母亲急了。思雨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较真？你嫂子就是说话直了点。妈，她哪是说话直，她是一直看不起我。我苦笑，从她进门第1天起，就没把我当过家人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嫂子叉着腰，你一个女人，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，也不回家看看父母，有你这样的小姑子吗？我每个月都回来，每次都带东西，给钱，我怎么就不孝顺了？我反问道。给钱就是孝顺？嫂子冷笑。你以为有钱就了不起？我从来没觉得有钱了不起，但至少我靠自己的本事赚钱，不像某些人只会伸手要。这话彻底激怒了嫂子，她指着我的鼻子：赵思雨，你给我滚！这个家不欢迎你。刘晓云，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？我也怒了。这是我家，我爸妈的家，我是你哥的老婆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嫂子声嘶力竭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看向父母和哥哥，希望他们能说句公道话。然而父亲依旧沉默，母亲低着头不说话，哥哥则护着嫂子。思雨，你先回去吧，等大家都冷静下来再说。我的心彻底凉了。原来在他们心里，我这个女儿、妹妹还不如一个外人。好，很好。我拿起包，既然你们都这么想，那我就如你们的愿。走到门口，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离开娘家，我坐在车里，久久没有发动引擎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这么多年的委屈和心酸在这一刻全部爆发。电话响了，是老公陈子轩打来的。老婆，怎么样？和家人团聚开心吗？他温柔的声音传来。我哽咽着说不出话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又被你嫂子欺负了？他立刻察觉到不对。子轩，我被赶出来了。我努力平复情绪。嫂子让我滚，爸妈和哥哥都没有帮我说话。什么？电话那头传来他愤怒的声音。太过分了！老婆你在哪？我去接你。回到家，子轩抱着我，让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听完后，他气得直接摔了杯子。岂有此理！你对他们这么好，他们就这样对你？子轩，我想通了。我擦干眼泪。既然他们不把我当家人，那我也没必要再忍让了。你想怎么做，我都支持你。子轩握着我的手。明天一早我就去公司。我眼神坚定。既然嫂子说不稀罕我的臭钱，那我就让他们看看，没有我的臭钱，他们能过成什么样。老婆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子轩欣慰地说。你对他们太好了，他们才会不知道珍惜。第2天是大年初一，公司虽然放假，但我有权限可以远程处理一些事务。我打开电脑，首先处理的就是哥哥的人事问题。作为人力资源总监，我有权对公司员工进行考核和处理。哥哥这2年的表现确实配不上他现在的位置，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，工作能力差，还经常推诿责任。要不是看在他是我哥哥的份上，他早就被开除了。我调出了哥哥的考勤记录和工作评估报告，2年时间，
迟到178次，早退156次，工作失误导致的损失累计超过10万。这样的员工在任何公司都活不下去。我起草了一份解雇通知，设定在初8上班第1天发送。接下来我登录了银行啦。这些年，我每个月固定给父母转账2万，风雨无阻。算账，从我工作到现在7年时间，光是给父母的钱就有168万，这还不包括逢年过节的红包，给哥哥买房的钱，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开销。我取消了自动转账，并且给父母发了条信息，既然嫂子说不稀罕我的臭钱，那以后就不给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大年初2，按照习俗应该回娘家，但我没有回去，而是和子轩去了海边度假。手机响个不停，都是家里人打来的，我一个都没接，直接关机。老婆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子轩问道。毕竟是你的亲人，正因为是亲人，才更让人心寒。我看着大海，子轩，这些年我累了，我知道。他抱着我，以后有我陪着你，我们组建自己的小家庭。等过完年，我们就去做试管。我靠在他肩上，我想要个孩子了。初5的时候，表姐给我打电话，思雨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爸妈都急疯了，到处找你。表姐，我没事，就是想清静几天。你妈说你把给他们的钱停了，还要开除你哥？表姐试探地问。是的，我平静地回答。既然他们不需要，我就不给了。思雨，你别意气用事啊！再怎么说，那是你父母和哥哥。表姐，你是不知道除夕那天的事，我把事情告诉了他。表姐听完沉默了很久。思雨，其实我早就想说了，你对他们太好了，他们都被你惯坏了。是啊，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真的要和家里断绝关系？不是断绝关系，只是让他们明白我的付出不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说道，如果他们能认识到错误，我会原谅的。但如果还是老样子，那就这样吧。初8，我回到公司上班，刚进办公室，助理就告诉我，赵总监，您哥哥一大早就来了，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呢。我推开门，看到哥哥憔悴的样子。思雨，你终于来了。他急忙站起来，人事部说要开除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哥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坐到办公椅上，你看看你的考勤记录和工作表现。我把报告推到他面前。2年时间，你给公司造成了多少损失？哥哥脸色发白。可是我是你哥哥啊，正因为你是我哥哥，我才容忍到现在。我冷冷地说。但是哥，公司不是慈善机构。思雨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哥哥哀求道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不能没有工作啊。你早干什么去了？我摇摇头。当初嫂子让我滚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我的感受？那是小云不对，我已经说过她了。哥哥急忙解释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哥，不是我跟他一般见识，是他一直在针对我。我站起身，这些年我对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，你们心里有数吗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哥哥点头如捣蒜。思雨，爸妈也知道错了，他们让我来给你道歉，他们自己不会来吗？我冷笑，还是说，在他们心里，面子比女儿更重要。哥哥支支吾吾，说不出话来。哥，你回去吧。我打开门，告诉爸妈，如果他们真的认识到错误，就亲自来找我。哥哥还想说什么，被我请出了办公室。下午，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思雨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哥哥？母亲哭着说，他可是你亲哥哥啊。妈，亲哥哥就可以一直啃妹妹吗？我反问。这些年我给家里的钱，你们算过吗？谁让你给的？我们又没逼你。
母亲的话让我心寒。是你们没逼我，是我犯贱。我自嘲地笑了。那以后我就不犯贱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母亲生气了。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就这样回报我们？妈，我已经回报够多了。我疲惫地说。168万，这些年我给了家里168万，够了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妈，我累了。如果你们还是这个态度，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挂了电话，我靠在椅子上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子轩发来信息：老婆，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去买菜。看着他的信息，我心里暖暖的，至少我还有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。晚上回到家，子轩已经做好了一桌菜。老婆辛苦了，快来吃饭。子轩，我今天开除了我哥，我把白天的事告诉了他，做得对，他加了块鱼肉给我。这种人就该给他们点教训。可是我心里还是难受，我红了眼圈，毕竟是亲人。我懂。子轩握着我的手，但是老婆，有些人不值得你付出，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正说着，门铃响了，子轩去开门，竟然是嫂子。思雨在吗？我要见她。嫂子推开子轩就往里闯。你来干什么？我站起身。赵思雨，你好狠的心。嫂子指着我，你哥哥丢了工作，你满意了？这是他咎由自取。我平静地说，工作能力差，还不知道努力，你少在这装。嫂子歇斯底里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好。刘小云，请你搞清楚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是你让我滚出娘家的，现在又来找我做什么？我那是气话。嫂子语气软了一些，你是思远的亲妹妹，怎么能这样对她？你现在知道我是她亲妹妹了。我冷笑，除夕夜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思雨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好。嫂子竟然开始服软，但是你哥哥是无辜的啊。无辜？我笑了。他纵容你欺负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自己无辜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嫂子急了，要我给你下跪吗？我不需要你下跪。我摇摇头，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，我的付出不是理所当然的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错了行吗？嫂子咬着牙说，你让你哥哥回去上班吧，晚了。我转身，公司已经有了新的人选，赵思雨。嫂子又恢复了泼辣本色，你别逼我，你想怎么样？子轩挡在我面前，这是我家，请你出去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事没完。嫂子恶狠狠地说，咱们走着瞧。看着嫂子离去的背影，我叹了口气，老婆，别理他。子轩安慰我，这种人就是欠收拾。我知道，我苦笑，只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不断有亲戚来当说客，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来劝我心软。思雨啊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的？你是妹妹，应该让着哥哥。你现在有本事了，更应该帮助家人。面对这些道德绑架，我都是一句话：除夕夜他们赶我走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这话一出，亲戚们都哑口无言。是啊，当初我被欺负的时候，这些人可没有站出来主持公道。直到正月15元宵节，父亲终于给我打了电话，思雨，你回来一趟吧，爸有话跟你说。父亲的声音听起来苍老了许多，我心软了。爸，你要说什么？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你回来吧。父亲的语气近乎哀求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回去一趟。子轩陪我一起回了娘家，推开门，我愣住了。客厅里父母都在，哥哥低着头坐在一边，唯独不见嫂子。思雨，你回来了。母亲站起身，眼圈红红的。妈，我叫了一声，坐吧。父亲指了指沙发，气氛有些沉重，谁都没有先开口，还是父亲打破了沉默。思雨，这些天我和你妈想了很多。爸，
你们想明白什么了？我问道。我们想明白了，这些年确实亏欠你太多。父亲叹了口气，我们不该偏心，不该让你受委屈。是啊，思雨。母亲抹着眼泪，妈知道错了，不该那样对你。她顿了顿，看了看哥哥，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。其实，关于家里的经济情况，还有你哥哥的事，我们有件事一直瞒着你。什么事？我皱起眉头，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正要开口，哥哥突然站了起来。爸妈，还是我来说吧。哥哥深吸一口气。思雨，其实嫂子她一直在外面欠债。欠债？我震惊地看着他。欠了多少？80多万。哥哥的声音几乎听不见。他瞒着我去赌博，输了很多钱。我倒吸一口凉气。80万？你们知道多久了？3个月前知道的。父亲说道。债主找上门，我们才知道这件事。所以呢？我冷笑。所以你们就纵容他继续欺负我，好让我继续给钱？不是的，思雨。母亲急忙解释，我们是想等过完年再告诉你，谁知道除夕夜会发生那样的事。妈，你们真当我是提款机吗？我站起身，有困难不明说，反而纵容嫂子羞辱我。妹妹，我们错了。哥哥跪了下来，求你看在爸妈的份上，帮帮我们吧。思远，你起来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你跪我也没用。思雨啊，那些债主很凶的。父亲老泪纵横，他们说如果不还钱，就要对你哥哥不利，那是你们的事。我冷冷地说，当初赶我走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？思雨，妈求你了。母亲也跪了下来，妈给你磕头了。妈，我连忙去扶她，心里一阵绞痛。子轩拉住了我，老婆，别心软。是啊，我不能心软，一心软就会回到从前的老路上。爸妈，你们起来吧。我退后几步，跪着也没用，我不会帮的。思雨，你真的这么狠心吗？母亲哭着问。不是我狠心，是你们把我的心伤透了。我摇摇头，这些年我像个冤大头一样，要钱给钱，要房给房，可你们呢？我们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父亲扶起母亲。错了。我冷笑，如果不是嫂子欠了巨债，你们会认错吗？一家人都沉默了。思雨，嫂子已经被我赶走了。哥哥说道。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？我有些意外。是的，知道他欠下巨债后，我就决定离婚。哥哥苦笑。可是债主不管这些，他们只认我。那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我说道。当初娶她的时候，你可没问过我的意见。思雨，80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？母亲试探着问。你年薪100万，帮帮你哥哥吧。妈，你知道我这100万年薪是怎么来的吗？我反问。是我每天加班到深夜，是我放弃了多少个周末换来的。可他是你亲哥哥啊。父亲说道。亲哥哥就可以一直吸我的血吗？我摇摇头。够了，真的够了。思雨，你如果不帮，你哥哥可能会出事的。母亲哭着说。那就报警。我平静地说。赌债不受法律保护，可是他们不讲道理啊。哥哥绝望地说。那是你们自己的事。我拉着子轩的手。我们走吧，离开娘家。我的心情异常沉重。老婆，你做得对。子轩安慰我。这种无底洞填不满的。我知道。我靠在他肩上，可是看到爸妈那样，我心里还是难受。要不我们帮他们报警吧？子轩建议，至少能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。我点点头。好，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了。当天下午，我们就陪着父母去派出所报了案。警察了解情况后，表示会介入调查。赌债确实不受法律保护，但如果对方有暴力催债行为，我们会依法处理。从派出所出来，父母的脸色好看了一些。
思雨，谢谢你。父亲说道。爸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。我认真地说，以后你们的事我不会再管了。我们明白。母亲点点头。这些年确实是我们对不起你，希望你们是真的明白。我转身离开，回到家，我把哥哥的银行账户也从公司系统里删除了。既然已经离职，就不该再有任何瓜葛。晚上，表姐给我打电话，思雨，我听说了你家的事。表姐说道，说实话，我支持你。谢谢表姐，你嫂子确实太过分了，欠那么多赌债。表姐感慨，你哥哥也是活该，当初那么纵容他。是啊，自作自受。不过思雨，你爸妈年纪大了，你还是要适当照顾一下。表姐劝道。我知道分寸。我说道，等这件事过去，我会重新考虑的。1个月后，警方的介入确实起了作用，那些债主不敢再上门骚扰，但债务问题还是要解决。哥哥只能卖掉了房子，还了大部分债务，剩下的20多万，他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，总算凑齐了。没了房子，哥哥只能搬回父母家住；没了工作，他只能重新开始找工作。这一次，没有人能帮他了。我听说他投了上百份简历，面试了几十家公司，最后才在一家小公司找到份工作，月薪4000。思雨，你哥哥太惨了。母亲打电话来说，从早上7点就要出门，晚上10点才能回来。妈，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。我平静地说，以前是我把他保护得太好了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才明白你这些年有多不容易。母亲叹气。妈，你们好好生活吧。我说道，我会定期去看你们的，但是钱的事别再提了。我们不提了。母亲保证。思雨，妈妈爱你。听到这句迟来的爱你，我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清明节。按照传统，我还是回娘家祭祖。再次踏进这个家，感觉一切都变了。客厅里没有了嫂子尖酸刻薄的声音，哥哥正在帮母亲摘菜，父亲在看报纸。思雨来了，母亲笑着招呼我，快坐，妈给你泡茶。不用了妈，我一会儿就走。我说道。别急着走啊。哥哥抬起头，妹妹，好久不见。我仔细看着哥哥，几个月不见，他瘦了很多，眼神也沉稳了许多。哥，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哥哥笑了笑，虽然累，但心里踏实。思雨，你哥哥现在可勤快了。母亲欣慰地说，每天下班还帮我做家务，那挺好的。我点点头。祭祖的时候，一家人难得和谐，没有了嫂子的挑拨，没有了金钱的纠葛，反而找回了一些家的感觉。思雨，上次的事，哥哥再次向你道歉。祭祖后，哥哥认真地说，是我太软弱，太依赖你了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我摆摆手，不，我必须说。哥哥坚持。这几个月，我想明白了很多事，以前的我确实太不争气了。哥，你能想明白就好。思雨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但我希望我们还能是兄妹。哥哥眼圈红了。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向你伸手要钱。看着哥哥真诚的样子，我心软了。哥，我们永远是兄妹。我说道，只是希望你明白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我明白了，真的明白了。临走时，母亲塞给我一个红包。妈，这是什么？我疑惑地问。清明节的红包不多，就200块。母亲笑着说，以前都是你给我们钱，现在轮到我们给你了。我推辞不过，只能收下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打开红包，里面除了200块钱，还有一张纸条。女儿，对不起，爱你的妈妈。我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。或许这就是家人吧，即使曾经伤害过彼此，但血缘关系永远割舍不断。老婆，你妈妈给你红包了。
子轩笑着问：“200块。”我擦擦眼泪，这可能是他能拿出的最多的钱了。子轩说道：“看来他们是真的在改变。”是啊，我看着窗外。子轩，等我们有了孩子，一定要公平对待。那是当然。子轩握着我的手，我们的孩子，不管是男是女，都是我们的宝贝。1年后的春节，我再次回到娘家，这一次我是挺着大肚子回去的。哎呀，我的外孙要出来了！母亲高兴地摸着我的肚子。妈，医生说是个女儿。我笑着说：“女儿好啊，女儿贴心。”母亲的回答让我意外，就像你一样。父亲也笑着说：“是啊，现在才知道，女儿才是父母的小棉袄。”哥哥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他不仅在工作上努力上进，最近还升了小组长，工资涨到了6000。妹妹，这是我给小外甥女准备的红包。哥哥递给我一个红包，不多，1000块，是我这个月的奖金。哥，你自己留着吧。我推辞，收下吧。哥哥坚持，这是做舅舅的心意，以后我会更努力，给外甥女买更多礼物。看着哥哥真诚的样子，我收下了红包。这顿年夜饭是这么多年来最温馨的一次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攀比，只有家人间的关心和祝福。思雨，谢谢你。吃完饭，母亲拉着我的手，谢谢你没有放弃这个家。妈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握着她的手。是啊，是一家人。母亲眼含泪光。以前是我们糊涂，现在明白了，家人之间应该相互扶持，而不是一味索取。离开的时候，一家人都送到门口，路上小心，到家给我们报平安。父亲叮嘱道。坐在车上，我摸着肚子，对未出生的女儿说：“宝宝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妈妈的家人。虽然他们曾经犯过错，但只要愿意改正，妈妈还是会原谅的。因为啊，家人就是这样，会争吵，会伤害，但最终还是会和解。等你出生后，他们都会很疼你的。”子轩握着我的手。老婆，你做得很好，给了他们教训，也给了他们机会。是啊，我靠在他肩上。其实我最感谢的是那个除夕夜，如果不是嫂子把事情闹大，我可能一辈子都活在讨好他们的循环里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子轩笑道：“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很好。我摸着肚子。宝宝，你说是不是？肚子里的宝宝踢了我一下，仿佛在回应。我们都笑了。是的，现在这样很好。家人学会了珍惜，我学会了拒绝，大家都在成长，这或许就是生活吧。跌跌撞撞中前行，在伤害与原谅中成熟。而我相信，经历过这一切后，我们这个家会更加坚固，因为我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，而是相互的珍惜与尊重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